这次影片的主题是3个关于淫魔的传说。在东西方的神话传说中，其实都存在着一些靠着吸取人精气而活的妖怪。那么他们是透过什么手段来达成目的的呢？其实不外乎女的就是靠自己倾国倾城的外表来诱惑男人，诱惑成功之后便以某种手段吸取男人的精气。而男的妖怪呢，通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，扮演在乡里间作乱的角色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是哪3种真实存在于历史的淫魔传说吧。3. 梦魔。梦魔也称为夜魔，据说梦魔原本是一位天使，因为自己邪淫的本性才堕落为梦魔。根据传说，梦魔就是一种有能力干预梦境的恶魔。它的坐骑是一匹长相怪异的马，在西方，马往往与欲望和狂热联系在一起。那么梦魔什么时候会出现呢？梦魔是在夜间出没的魔鬼，他喜欢坐在做梦者的胸口，让其难以呼吸。这也是为什么人做噩梦的时候会有一种窒息感。梦魔其实有男也有女，那么他们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呢？男的梦魔喜欢压在女子身上，并与他们发生性关系；女的梦魔则是以女人的样子出现在男人的梦中，诱惑他们并与他们发生性关系。有趣的是，男梦魔源自拉丁语，意思是骑在上面；女的梦魔则是在下面睡。两个词都相当的具有性意涵。对梦魔来说，和人类发生性行为可以吸取他们的精气来滋养自己。但最后这些人都会因为大量反复的性行为导致精神不济，之后健康产生状况，然后精尽人亡而死。据说害怕遇到梦魔的男性，睡前会在床头放置一杯牛奶代替自己的精子，来避免自己被榨干。而且传说中梦魔取人性命的速度可以说是又快又猛，只需要10天左右就可以吸光一个人的精气，非常的可怕。2. 五通神。五通神存在于中国南方，只要遇到漂亮的女子就会趁机淫乱，老百姓却敢怒而不敢言，因此可以说带来相当大的危害。清代当时苏州吴中有一个叫赵弘的当铺商人，妻子严氏长得颇有姿色，韵味十足。一天晚上，一个男子手持宝剑猖狂地闯进赵弘家，家里的妇女丫鬟都吓得逃走了。严氏也想跑出去，男子挡住他，说：“姑娘不必害怕，我是五通神中的四郎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不会杀你。”说完便拦腰抱起他，像抱婴儿一样放到床上。严氏的衣服、腰带自动解开，四郎准备蹂躏一番。据说四郎的下体很大，严氏难以忍受，过程中痛苦不堪。完事后，四郎说：“5天后我还会回来。”于是走了。赵弘因为忙于当铺生意，晚上没有回家。当晚丫鬟就跑去告诉他，赵弘知道一定是五通神，却也不敢说。天亮后，赵弘回到家，看见妻子在床上痛哭，感到很羞耻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并告诫家人不要说出去。严氏3、4天之后，身体才恢复过来，很怕四郎再来。到了第5天，妇女们都不敢留在卧室，全部都躲在外面，只有严氏一人对着蜡烛，忧愁地等着四郎。不久，四郎带着2个年轻潇洒的人进来，3人与严氏一块喝酒。严氏又羞又怕，低头不语，心中惴惴不安，恐怕他们3人轮番奸淫，那可就没命了。3个人互相劝酒，直喝到半夜。临走之前，2人说：“今日四郎喜得美人，我们应该去告诉2郎、5郎，改日大家一起饮酒庆贺。”原来他们是五通神之中的大郎和3郎。2位走后，四郎拉着严氏进入床帐，严氏哀求告饶，四郎不听，强迫严氏交合，结果鲜血自流，严氏昏迷不醒，四郎这才离去。严氏奄奄一息，躺在床上，羞愤交加，想要自尽，可是一上吊，绳子就会断，试了好几次也都是这样，痛苦却死不了。走信四郎不常来，他约严氏身体痊愈之后才来一次。就这样熬了2、3个月，一家人都快活不下去了。难道就只能这样一直忍受下去了吗？赵弘有一个表弟叫做万生，为人刚强勇猛，精于剑术。有一天，万生拜访表兄赵弘，赵弘因为客房都被家人占用，便让万生到内院去住。到了半夜，万生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忽然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。万生翻身坐起，趴在窗子上偷偷往外看，看见一个男人走进表嫂的卧室，心中大疑，以为表嫂私会情夫，便持刀暗暗尾随。来到卧室，往屋里一看，只见那男人和严氏并肩坐着，桌子上还摆着酒菜。万生怒火升腾，并持刀奔入室内。男子惊慌地站起来，急忙找剑，但为时已晚。万生以挥刀砍中他的头颅，男子脑袋裂开，死在地上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匹像驴一样大的小马。万生错愕万分，
严氏简单向万生说明事情的原委，之后催促他说，其他的五通神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还是快走吧。万生摇头示意，叫表嫂先别出声，自己吹灭蜡烛，取出弓箭，埋伏在暗处。不一会儿，有4个人从空中飞下，万生急忙射出一箭，为首的中箭倒地，剩下的3个怒吼着，拔出宝剑寻找射箭的人。接着万生突然窜出，挥刀砍去，正中一人脖子。另外2人见状，吓死了，赶快逃走。万生提过灯笼一看，地上躺着竟然是2头猪。赵红还是怕剩下的2个会来复仇，就让万生留在家。万生从此声名大噪，在赵红家住了1个月多，却再也没看见五通神的踪影。本想就此告辞回去，突然有个木材商人苦苦恳求万生去他家住住。原来木商有个女儿还没嫁人，前几天五通神来了，是一个20来岁的美男子，说要娶他女儿为妻，还留下聘礼黄金100两，约好迎亲日便走了。眼看迎娶的日子快到了，全家人惊惶不安。听到万生的事迹后，执意请万生到家里坐坐，但生怕万生不肯来，只好先隐瞒了实情不说。等将万生请到家盛宴款待后，命女儿盛装而出拜见客人。女子大约16、17岁，长得十分漂亮。万生很惊讶，原本想离座鞠躬行礼，但木商却把他按在座位上，才将实情告诉了他。万生刚听到有点紧张，不过他自负而豪爽，所以也不推辞。到了约定那天，木商依旧在门口张灯结彩，一直到日头西斜，五通神仍然没来。不一会儿，忽见房檐上有东西像鸟一样飞落下来，落地后是一个身穿华服的青年。青年走进室内，不料里面没有什么新娘，只有手提大刀的猛汉。看见万生，青年大叫一声，转头就跑。万生急忙追出门外，看见一股黑烟正准备要腾空飞起，万生跃起，一刀砍去，砍断了五通神的一只脚。怪物哀嚎着逃走了，低头一看，砍下的爪子像手掌一样大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之后循着血迹寻找五通神的踪迹，才发现怪物逃入江中。木商大喜，听说万生还没娶妻，这晚便在已准备好的新房里，让万生和女儿成了亲。于是，原来常遭五通神祸害的人家都请万生住到家中，前后共住了1年多，万生这才带着妻子离去。从此之后，吴中一带的五通神只剩下1通，再也不敢公然危害了。洛心腹。蜘蛛在日本的传说中经常出现，因此日本也有早上的蜘蛛杀不得，晚上的蜘蛛留不得的俗语。日本习话释典里面说，早晨出现的蜘蛛代表有客人来访的喜讯，而夜晚出现的蜘蛛却是被忌讳的盗贼进入的预兆。洛心腹也称作女郎蜘蛛。传说中最早的女郎蜘蛛在镰仓时代原是个美人，嫁给某地领主后，因不堪寂寞而红杏出墙。被领主发现后，便将她扔进一个装满毒蜘蛛的箱子里，任由蜘蛛吸食她的血肉。她死后，怨灵与毒蜘蛛合为一体，成为了无情的女郎蜘蛛，常出现在森林中勾引年轻男子，取其性命。另有一说，洛心腹是修炼400年的蜘蛛，为引诱男性而幻化成见者必定会为之沉醉的绝世美女。鸟山实验画图百鬼夜行中的洛心腹，传说中她是静冈县伊豆市的净莲瀑布之主，会用蜘蛛丝将在旁休息的男人缠住，但据说只要将蜘蛛丝绑上椴木树根上就能获救。到了江户时代，也就是镰仓时代过了300年之后，则将她描绘成能够化身为美丽女子去迷惑男人的妖怪，而她在故事里的名字也就变成了女郎蜘蛛，也叫做心腹罗。洛心腹是蜘蛛变为人形的妖怪，会诱惑男子。当男子被诱惑沉醉于洛心腹的美色中时，洛心腹则会将男人的首级取走使用。某天，有位男人在瀑布旁边休息时，无数的丝线缠住了他的脚。男人将丝线绑在附近的木桩上，于是木桩就一点一点慢慢的被拖进水里。似乎是洛心腹打算要将男人拖进水里。在这之后，乡里的人都因为惧怕女郎蜘蛛而不敢靠近此瀑布。但是有一天，某位外地来的樵夫丝毫不知此情，在砍柴的时候不小心将爱用的斧头掉进了瀑布的底部。正当樵夫为了寻回斧头，准备下水前进瀑布底部时，出现了一位美少女。但接下来发生的并不是金斧头与银斧头的故事，而是直接将斧头还给她，并说道：“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，请不要和任何人说。”樵夫对遇到女孩一见钟情，几乎每天都往瀑布那里跑，可是身体却日渐衰弱。附近寺院里的和尚听闻此事后，怀疑樵夫你该不会是被瀑布的主人洛心腹给盯上了吧，便与他一同前往瀑布，并且开始诵经。结果从水底出现了洛心腹向樵夫伸去的蜘蛛丝，和尚大喝一声，丝线就消失了。然而知道了那女人的真面目是洛心腹后的樵夫并不死心，
打算向山里的天狗请求结婚的许可，可是天狗却拒绝了这个要求。为什么要找天狗呢？天狗在日本传说中扮演着山神的角色，会找天狗大概是因为希望有人能够替自己证婚做主的概念。后来樵夫依然不放弃，于是最后再度走向瀑布，被瀑布底部深处的蜘蛛丝缠住，并拉进瀑布去了，从此就消失在了瀑布的渊底。洛心腹其实比较像是蜘蛛精的妖怪，与其他会化身美女的妖怪一样，擅长诱惑男性，上当后再找机会吃掉或是吸干其精气。洛心腹确实是一种蜘蛛的品种，在台湾叫做棒洛心腹或是横带人面蜘蛛，是台湾山区常见的大型蜘蛛，身体颜色美丽，头胸部为深褐色，腹部背面有鹅黄色和银白色相间的斑纹，足有黑黄相间的环纹。雌蛛可达2到3公分。棒洛心腹虽然是大型蜘蛛，可是它毒性不大，它的毒主要是用来麻痹猎物，对于人类最多只能导致些许疼痛而已。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。想看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